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听故事，长智慧，品人生。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商户烧掉门前纸钱，当晚做梦遭活埋，纸钱铺路逃过一劫。老刘啊，你说这事儿邪门不邪门？老李头坐在茶馆里，一脸神秘地对旁边正在喝茶的老刘说道：“啥事儿啊？能让你老李头这副表情？”老刘放下茶杯，挑了挑眉问道：“嘿，你还不知道吧？西街那家绸缎庄的孙老板，昨晚上差点就没命了。”老李头压低了声音，仿佛生怕隔墙有耳。“哦，快说说咋回事儿？”老刘一听，立马来了精神，身子往前一凑，耳朵竖了起来。这事儿啊，得从前几天说起。孙老板那绸缎庄门口，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天天晚上都有人烧纸钱。你说这烧纸钱吧，一般都是给死人用的，可孙老板那绸缎庄门口，大白天的生意兴隆，晚上却阴森森的，这纸钱一烧，谁还敢上门啊？老李头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可不是嘛，这事儿我也听说了。”孙老板一开始还以为是哪个调皮孩子恶作剧呢，结果连着烧了几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出门查看。你猜怎么着？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老刘也跟着摇了摇头，一脸的不解。孙老板一生气，就把那些纸钱给烧了，还骂了几句，说什么再敢来烧就不客气了。结果当天晚上他就做梦了。老李头说到这儿，故意停顿了一下，吊足了老刘的胃口。梦见啥了？老刘迫不及待地问道。梦见自己被活埋了。你说吓人不吓人？老李头瞪大了眼睛，仿佛亲眼看见了似的。那可真是够吓人的。后来呢？老刘一听，也吓得一哆嗦。后来呀，孙老板从梦里惊醒，一身冷汗。他起初以为是自己最近太累了，就没当回事儿。结果第二天晚上又做梦了，还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感受，就像真的一样。老李头说到这儿，自己也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这可不得了，孙老板吓得赶紧去找了城里的神婆。那神婆一看孙老板的脸色，就知道不对劲儿，问了问情况，又掐指一算，说孙老板这是冲撞了不干净的东西。不干净的东西？啥玩意儿？老刘一听，眼睛瞪得更大了。神婆说那纸钱不是给人烧的，是给鬼烧的。孙老板把鬼的纸钱给烧了，还骂了脏话，这能不惹恼那些鬼吗？所以他们就来报复孙老板了。老李头说到这儿，声音都颤抖了。那神婆有啥办法没？老刘紧张地问道。神婆给了孙老板一道符，让他晚上贴在床头，还说如果晚上再做梦，就跟着梦里的指引走，说不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老李头说道。那孙老板照做了吗？老刘追问道。照做了呗。当天晚上，孙老板就把符贴在了床头。果然，他又做梦了。这次啊，他梦见自己被一群小鬼围着，那些小鬼手里拿着镰刀、锄头啥的，一看就知道是要埋他的。老李头说到这儿，咽了口唾沫。然后呢？然后呢？老刘急得直拍桌子。孙老板一看这架势，吓得魂儿都没了。他想跑，可腿跟惯了铅似的，根本迈不开步。就在这时，他看见地上出现了一条纸钱铺成的小路，一直延伸到远方。他也不知道咋想的，就顺着那条小路往前跑。老李头绘声绘色地描述着。那小路真管用？老刘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思议。你别说，还真管用。孙老板顺着小路跑了没多远，就听见身后传来轰隆隆的声音，回头一看，哎呀妈呀，那些小鬼竟然在挖坑，准备埋他呢。幸好他跑得快，不然真就被活埋了。老李头说到这儿，拍了拍胸口，
仿佛自己也经历了一场大难。那后来呢？孙老板咋醒的？老刘追问道。跑到小路尽头的时候，孙老板就醒了。他一摸额头，全是汗。再一看床头，那道符已经烧成了灰。他知道是那道符救了他。从那以后啊，他再也不敢随便烧纸钱了，还天天去庙里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呢。老李头说完，端起茶杯，咕咚咕咚喝了个精光。嘿，这事儿可真够悬的。你说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呀？老刘听完，还沉浸在故事里，半天才回过神来。有没有鬼，谁说得准呢？反正啊，咱们还是小心点好。万一哪天冲撞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那可就麻烦了。老李头摇了摇头，一脸的感慨。这事儿在城里传得沸沸扬扬的，大家都知道西街绸缎庄的孙老板遇到了邪事儿。一时间，大家都对纸钱敬畏三分，生怕自己也冲撞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孙老板呢，自从经历了那次事件后，整个人都变得神神叨叨的。他天天待在绸缎庄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连生意都交给了手下人打理。他还找人重新装修了绸缎庄，在门口挂上了辟邪的符咒，希望能保自己平安。可就在大家都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的时候，又出事儿了。这天晚上，绸缎庄的一个伙计下夜班回家，路过孙老板家门口的时候，突然听见里面传来呜呜呜的哭声。那哭声凄惨无比，听得人心里直发毛。伙计吓得腿都软了，连滚带爬地跑回了家里。第二天一早，这事儿就在城里传开了。大家都说孙老板肯定是又冲撞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不然咋会半夜里传来哭声呢？孙老板一听这事儿，吓得脸色都白了。他赶紧又去找了那个神婆，求他给自己想想办法。神婆一看孙老板这模样，就知道他又遇到麻烦了。他叹了口气，说：“你这是惹上大事儿了。那纸钱背后的鬼魂可不是一般的鬼魂，他们是有怨念的。”“啥怨念？我啥时候惹他们了？”孙老板一听，吓得浑身直哆嗦。“你仔细想想，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或者做过什么亏心事？”神婆问道。孙老板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他想起前段时间为了争夺一笔大生意，自己曾经不择手段地打压过竞争对手。难道说是那些竞争对手的鬼魂来找自己报仇了？想到这里，孙老板吓得浑身是汗，赶紧向神婆求救。神婆叹了口气，说：“这事难办啊，不过我可以试试。你得准备一些东西，今晚去城外那座荒山上，给那些鬼魂烧纸钱，赔礼道歉。”孙老板一听，连忙点头答应。当天晚上，他就按照神婆的吩咐，准备了一大堆纸钱和贡品，独自一人去了城外那座荒山。到了山上后，孙老板点起香烛，开始烧纸钱，赔礼道歉。他一边烧一边念叨：“各位鬼魂大哥大姐啊，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得罪你们。现在我给你们烧纸钱，赔礼道歉，希望你们能原谅我，放过我。”说来也怪，孙老板念叨完后没多久，就听见周围传来一阵呜呜呜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像是在哭泣，又像是在叹息。孙老板吓得浑身直哆嗦，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在这时，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那狂风卷着纸钱和灰烬四处飞舞，仿佛有无数只鬼魂在围绕着孙老板旋转。孙老板吓得闭上了眼睛，心里默念着神婆教给自己的咒语。过了好一会儿，狂风才渐渐平息下来。孙老板睁开眼睛一看，只见周围已经恢复了平静。他这才松了口气，连滚带爬地跑下了山。从那以后啊，孙老板再也没有遇到过邪事儿。他变得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再也不敢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了。
而西街绸缎庄的生意呢，也慢慢恢复了往日的红火。大家都说这是孙老板得到了鬼魂的原谅和庇护呢。打那以后啊，孙老板确实是老实了不少，绸缎庄的生意也逐渐回到了正轨。可就在他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可以松口气的时候，意外又发生了。这天晚上，孙老板正准备关店打烊，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只见一个衣衫褴褛、满脸污垢的老头站在门口。那老头一见孙老板，就扑通一声跪下了，嘴里还喊着：“孙老板，救救我！”孙老板一看这架势，吓得往后退了一步，问道：“你这是干啥呀？有啥事儿慢慢说。”老头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孙老板，说：“孙老板，我是城外李家庄的村民，我叫李大山。我儿子前几天进城来找你，说是在你这儿买了匹绸缎，结果回去后当天晚上就没了。第二天我们在村口发现了他，人已经没了气息，手里还攥着从你绸缎庄买的那匹绸缎。”“啥？这怎么可能？”孙老板一听，惊讶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赶紧解释说：“我这儿卖的都是正经绸缎，咋会让人没了呢？再说我这几天都没见过啥外乡人来买绸缎呢。”“孙老板，你别不认账啊！我儿子就是买了你的绸缎后才没的，村里人都说是绸缎上有啥不干净的东西，我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老头说着，又扑通一声给孙老板跪下了。孙老板一看这架势，知道这事儿不简单，他赶紧扶起老头，说：“大爷，你先别着急，这事儿我一定帮你查清楚。你先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去叫个人来帮你。”孙老板说完，转身进店，叫来了店里的伙计，让他先陪着老头，自己则匆匆去了神婆家。到了神婆家后，孙老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神婆说了一遍。神婆一听，眉头紧锁，说：“这事儿透着邪性，你得小心点儿。不过我可以帮你先看看那匹绸缎。”孙老板一听，连忙点头答应。他带着神婆回到了绸缎庄，找到了老头带来的那匹绸缎。神婆仔细地看了看绸缎，又闻了闻，然后皱了皱眉头，说：“这绸缎上确实有不干净的东西。”“啥不干净的东西？”孙老板一听，吓得脸色都白了。“这是一种阴毒，能害人性命。不过这阴毒不是你这绸缎庄的，而是有人故意弄上去的。”神婆说道。“故意弄上去的？那是谁干的？”孙老板惊讶地问道。“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可以帮你把这阴毒去掉，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神婆说道。“啥条件？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答应。”孙老板连忙说道。“你得帮我找到这个人，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神婆说道。“行，我一定帮你找到他。”孙老板点了点头。神婆说完，开始动手去除绸缎上的阴毒。只见他拿出一把铜钱剑，在空中挥舞了几下，然后一剑刺向绸缎。只见那绸缎上突然冒出一股黑烟，接着就听见滋滋几声怪叫，那黑烟就消散得无影无踪了。孙老板一看，惊讶得合不拢嘴。他赶紧向神婆道谢，然后带着老头和已经恢复正常的绸缎回了李家庄。到了李家庄后，孙老板把绸缎交给了老头，并告诉他已经去除了绸缎上的阴毒。老头一听，激动得热泪盈眶，连连向孙老板道谢。可就在孙老板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解决了的时候，意外又发生了。当天晚上，孙老板梦见了一个穿着黑衣、戴着黑帽的陌生人。那陌生人站在孙老板的床前，冷冷地看着他，说：“孙老板，你害得我好苦啊，这笔账咱们得好好算算。”孙老板一听这声音，吓得魂飞魄散。他睁开眼睛一看，只见屋里漆黑一片，
啥也没有。他以为自己是做噩梦了，就翻了个身继续睡。可刚闭上眼睛，就又梦见那个黑衣人了。孙老板吓得不敢再睡了，他赶紧起床点上灯，坐在屋里等天亮。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后，孙老板就匆匆去了神婆家，把这事儿告诉了神婆。神婆一听，眉头皱得更紧了。她说：“看来这事儿还没完呢。那个黑衣人很可能是害你儿子的那个人，他找上你是想报复你呀。那我该怎么办？”孙老板一听，吓得脸色都变了。“你先别着急，我这儿有个办法。不过你得先告诉我，你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神婆问道。孙老板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他想起前几天为了争夺一笔大生意，自己曾经不择手段地打压过一个竞争对手。难道说是那个人来报复自己了？想到这里，孙老板赶紧把这事儿告诉了神婆。神婆一听，点了点头，说：“看来就是他了。他害死了你儿子，又想来害你。不过你别怕，我这儿有个办法可以对付他。”说完，神婆拿出一道符咒，让孙老板贴在床头。然后他又给了孙老板一把铜钱剑，让他晚上放在身边防身。孙老板一听，赶紧点头答应。他拿着符咒和铜钱剑回到了绸缎庄，按照神婆的吩咐贴好了符咒，放好了铜钱剑。当天晚上，孙老板躺在床上，心里忐忑不安。他一会儿想想那个黑衣人，一会儿又想想自己的竞争对手，不知道到底该咋办。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那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停在了他的房门口。孙老板一听，吓得浑身直哆嗦，他赶紧拿起铜钱剑，躲在被窝里，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推开了，只见一个黑影走了进来，正是那个黑衣人。他走到孙老板的床前，冷冷地看着他，说：“孙老板，你的死期到了。”孙老板一听这话，吓得魂飞魄散。他刚想拿起铜钱剑反抗，就听见嗖的一声，一道黑影朝他扑了过来。孙老板只觉得眼前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床上，身边站着神婆和那个老头。他一看自己没事儿，赶紧坐了起来，问：“咋回事啊？我咋又睡着了？”神婆叹了口气，说：“你差点就被那个黑衣人害死了，幸好我及时赶到，用符咒和铜钱剑把他给赶跑了。那他人呢？跑哪儿去了？”孙老板紧张地问道。“跑了呗，不过他已经受伤了，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来找你了。”神婆说道。孙老板一听这话，才松了口气。他赶紧向神婆道谢，然后问：“那接下来咋办呢？他不会再来找我了吧？”神婆摇了摇头，说：“不好说。不过只要你不再做亏心事，他应该就不会再来找你了。还有啊，你得赶紧去找到那个害你儿子的竞争对手，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孙老板一听这话，连连点头答应。他知道自己这次惹了大麻烦，得赶紧想办法解决才行。于是啊，孙老板就开始四处打听那个竞争对手的消息。经过一番努力后，他终于找到了那个人。原来呀，那个人因为生意失败，走投无路后，就心生邪念，想害孙老板。他先是害死了孙老板的儿子，嫁祸给绸缎庄的绸缎，然后又想直接害死孙老板。孙老板找到那个人后，就把他交给了官府。官府经过一番审理后，判了他死刑。得知这个消息后啊，孙老板才算是真正的松了口气。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商人破产，带丑妻见债主，不料一进门，债主吓得吞下欠条。您瞧瞧这世道，咋就这么难呢？王麻子站在自家破败的院门前，手里紧握着那张皱巴巴的欠条，
心里头跟吃了黄连似的，苦得说不出话来。麻子哥，你这是咋了？跟丢了魂似的。邻居李大婶端着刚出锅的窝头，见王麻子一脸丧气，不由得关切地问道。王麻子叹了口气，把欠条往裤腰上一别，无奈地说：“还能咋的？这不，生意赔了个底朝天，欠了一屁股债，明个得去跟那赵老爷当面锣对面鼓地说清楚，看看能不能宽限些时日。哎，麻子哥，你可得想开点儿，这世道哪有过不去的坎儿？”李大婶安慰了几句，便端着窝头回了自家院子。王麻子望着李大婶的背影，心里头五味杂陈。想当年，他也是这条街上响当当的人物，开着绸缎庄，生意红火得很。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他的绸缎庄烧了个精光，家底儿也赔了进去，还欠下了赵老爷一笔不小的债。想着这些，王麻子脚步沉重地回到了屋里。屋里头，他那丑妻翠花正忙着收拾家，见他回来，忙迎了上去。当家的，今儿个回来的早啊，是不是有啥事儿？翠花一边问，一边递给他一碗热茶。王麻子接过茶，咕咚咕咚喝了个底朝天，这才说道：“翠花，明个我得去赵老爷家一趟，跟他商量商量这债的事儿。”翠花一听，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他知道赵老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心黑手辣，不好打交道。但他还是强打起精神，说道：“当家的，你去吧，我在家等你。”第二天一大早，王麻子便带着翠花，揣着那张欠条，踏上了去赵家的路。一路上，王麻子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赵老爷会怎么对他。到了赵家大门前，王麻子深吸一口气，敲响了门环。不一会儿，一个管家模样的人开了门，见是王麻子，便不冷不热地说道：“哟，是王老板呢，请进吧。”王麻子点点头，带着翠花进了门。一路上，他们穿过花园，绕过假山，来到了赵老爷的书房前。管家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进来。”王麻子推开门，只见赵老爷正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一本书，见他们进来，便放下了书，抬起头，目光落在了翠花身上。这一看，赵老爷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手里的茶杯也差点掉在地上。他猛地站起身，指着翠花，声音颤抖地说道：“你怎么会在这儿？”王麻子见状，心里头咯噔一下，心想：这赵老爷今儿个是怎么了？咋见了翠花跟见了鬼似的？赵老爷，这是我媳妇翠花，她跟我一起来的。王麻子结结巴巴地说道。赵老爷没理会王麻子，而是死死地盯着翠花，仿佛要从她身上看出什么秘密来。翠花被赵老爷看得心里直发毛，她低下头，不敢与赵老爷对视。就在这时，赵老爷突然身子一晃，差点摔倒在地。王麻子赶紧上前扶住他，问道：“赵老爷，您这是咋了？咱好好的救。”赵老爷一把推开王麻子，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正是王麻子带来的那张欠条。他颤抖着手，把欠条撕了个粉碎，然后一把塞进嘴里，3口2口就咽了下去。王麻子见状，吓得目瞪口呆，心想：这赵老爷今儿个是吃错药了，还是中邪了？咋会干出这等荒唐事儿来？王老板，你走吧，这笔债我不要了。赵老爷说完，便挥手让他们离开。王麻子和翠花面面相觑，不知道赵老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他们也不敢多问，只好千恩万谢地离开了赵家。回到家中，王麻子心里头还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赵老爷为啥会突然放过他们。翠花也是一脸茫然，她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啥秘密，能让赵老爷如此害怕。这天晚上，王麻子和翠花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
王麻子忍不住问道：“翠花，你说赵老爷今儿个是咋了？咋会突然放过咱们？”翠花摇了摇头，说道：“我也不知道，兴许是他良心发现了吧。”王麻子哼了一声，说道：“良心发现？那赵老爷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种，他会良心发现？得了吧，这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翠花听了，心里头也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天，王麻子决定去街上打听打听，看看这赵老爷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于是他穿上衣服出了门。一路上，王麻子逢人就问，可问了一圈下来，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大家都说赵老爷最近跟往常一样，没啥异常。王麻子心里头更加疑惑了，心想这事儿真是邪门了，赵老爷咋会突然放过他们呢？这天晚上，王麻子和翠花正准备睡觉，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王麻子披上衣服，打开门一看，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站在门口。“您是王老板吗？”老头声音沙哑地问道。王麻子点了点头，问道：“您是？”老头叹了口气，说道：“我是赵老爷家的老管家，今儿个我是偷着跑出来的，来告诉您一个秘密。”王麻子一听，心里头咯噔一下，忙把老头让进屋，问道：“啥秘密？”老头看了看翠花，说道：“这事儿跟您媳妇有关。”翠花一听，心里头一紧，不知道这老头要说出什么来。老头喘了口气，继续说道：“其实您媳妇翠花是赵老爷的亲生女儿。”王麻子一听，差点没从椅子上掉下来，他瞪大眼睛看着翠花，问道：“这是真的？”翠花也是一脸震惊，她摇了摇头，说道：“不可能，我从小就是个孤儿，咋会是赵老爷的女儿呢？”老头叹了口气，说道：“这事儿说来话长。当年赵老爷年轻时，曾跟一位江湖女子有过一段情缘，那女子就是您媳妇的母亲。后来赵老爷为了家族利益，娶了现在的夫人，而那女子便带着您媳妇离开了。赵老爷一直对您媳妇心怀愧疚，所以当他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才会如此害怕，才会把欠条吞下去，算是给他的过错赎罪。”王麻子听完，心里头五味杂陈，他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但他知道这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翠花也是一脸茫然，她不知道自己身上竟然还有这样的秘密。她望着王麻子，说道：“当家的，这事儿咱们该怎么办？”王麻子叹了口气，说道：“这事儿咱们得好好琢磨琢磨，不能贸然行事。毕竟赵老爷是咱们的债主，他要是反悔了，咱们可就麻烦了。”翠花点了点头，说道：“我听你的。”这天晚上，王麻子和翠花又是一夜未眠，他们都在琢磨这事儿该怎么办。第二天，王麻子决定去找赵老爷，当面问个清楚。于是他带着翠花来到了赵家。赵老爷见他们来了，先是一愣，然后叹了口气，说道：“你们来了，我知道你们来干啥。”王麻子点了点头，说道：“赵老爷，这事儿我们得问个清楚。翠花她真的是您的女儿？”赵老爷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没错，她是我的女儿。当年我为了家族利益，抛弃了她和她母亲，这事儿我一直耿耿于怀。当我看到她时，我就知道我欠她的该还了。”王麻子听了，心里头五味杂陈，他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但他知道这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翠花望着赵老爷，说道：“那您为啥不认我？”赵老爷叹了口气，说道：“这事儿说来话长。当年我为了家族利益，抛弃了你和你母亲，这事儿我一直不敢面对。现在我老了，也后悔了，可这事儿已经晚了。”翠花听了，眼泪夺眶而出，她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有这样的身世。王麻子拍了拍翠花的肩膀，说道：“翠花，别哭了，这事儿咱们得好好琢磨琢磨。”赵老爷看着他们，说道：“你们放心，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但你们也得答应我，这事儿不能声张，毕竟这事儿关系到我们赵家的声誉。”王麻子和翠花点了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这天晚上，王麻子和翠花回到了家中，他们都在琢磨这事儿该怎么办。他们知道这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赵老爷肯定还有后招。果然，没过几天，赵老爷便派人送来了一份厚厚的礼单，说是给翠花的嫁妆。王麻子打开一看，只见礼单上列出了金银财宝、珠宝首饰、房产地产等一大堆东西，看得他眼花缭乱。王麻子看着礼单，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他不知道赵老爷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要用这些东西来买断翠花跟他的关系？翠花看着礼单，也是一脸直愣愣地盯着那礼单。翠花心里头跟揣了个兔子似的，突突直跳。她瞅瞅王麻子，说道：“当家的，这是啥意思？”王麻子叹了口气，说道：“还能有啥意思？肯定是想用这些东西买断你跟他的关系呗。”翠花一听，眼泪又下来了。她说道：“当家的，我可不稀罕这些东西，我只想跟你好好过日子。”王麻子摸了摸翠花的头，说道：“我知道，但这事儿咱们得好好琢磨琢磨，不能贸然行事。”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赵家派人来请他们去赴宴。王麻子和翠花对视了一眼，心里头跟明镜似的，知道这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到了赵家，只见赵老爷穿着一身华贵的衣服，正坐在堂上等着他们。见他们来了，赵老爷站起身来，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席间，赵老爷不断地给王麻子和翠花夹菜，一副慈父的模样。翠花看着赵老爷，心里头五味杂陈，她不知道该咋面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爹。酒过三巡，赵老爷突然放下了筷子，神情严肃地说道：“王老板，翠花，今儿个我叫你们来，是有件事儿要跟你们说。”王麻子和翠花对视了一眼，心里头咯噔一下，不知道赵老爷又要说出啥来。赵老爷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其实我得了重病，已经时日无多了。我这一生犯下了许多错误，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抛弃了翠花和她母亲。现在我老了，也后悔了，想在临死前见见我的女儿，跟她道个歉。”翠花一听，眼泪又下来了。她没想到赵老爷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她望着赵老爷，哽咽着说道：“爹，您真的病了吗？”赵老爷点了点头，说道：“没错，我已经找了好多大夫看过了，都说我时日无多。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在临死前看到你幸福。”王麻子看着赵老爷，心里头也是五味杂陈。他不知道赵老爷这话是真是假，但他知道这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就在这时，突然一个下人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说道：“老爷，不好了，夫人她突然晕倒了。”赵老爷一听，脸色大变，他站起身来，说道：“快带我去看看。”说完，他便急匆匆地跟着下人去了后院。王麻子和翠花对视了一眼，也跟着去了后院。到了后院，只见赵夫人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气息奄奄。赵老爷扑在夫人身上，声泪俱下地喊道：“夫人，你这是咋了？你可不能丢下我呀！”赵夫人睁开眼睛，看了看赵老爷，又看了看翠花，吃力地说道：“老爷，我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在临死前看到咱们的女儿幸福。”说完，他便闭上了眼睛，没了气息。赵老爷抱着夫人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翠花看着这一幕，心里头也是酸溜溜的。她没想到赵老爷和夫人竟然会这么恩爱。
就在这时，突然一个下人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说道：“老爷，不好了，家里突然着火了。”赵老爷一听，脸色变得铁青，他站起身来，吼道：“快，快救火！”说完，他便带着下人去救火了。王麻子和翠花对视了一眼，也跟着去了前院。到了前院，只见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赵家的下人们正忙着救火，可火势越来越大，根本控制不住。赵老爷看着大火，脸色铁青，他吼道：“快，快把我女儿带出去！”说完，他便一把拉住翠花，想把她带出去。可就在这时，突然一根燃着的木梁从天上掉下来，正好砸在了赵老爷的身上。赵老爷发出一声惨叫，便倒在了地上。翠花看着这一幕，吓得尖叫起来。王麻子赶紧冲过去，把翠花拉了出来。大火整整烧了一夜，才慢慢熄灭。赵家变成了一片废墟，赵老爷和夫人也在这场大火中丧生了。王麻子和翠花站在废墟前，心里头跟刀割似的，疼得要命。他们没想到赵老爷和夫人竟然会这么惨。就在这时，突然一个下人从废墟里爬了出来，他浑身是血，吃力地说道：“老爷、夫人，他们是被人害死的。”王麻子和翠花一听，吓得瞪大了眼睛，他们没想到这事儿竟然还有隐情。下人继续说道：“其实老爷和夫人早就发现了有人在暗中谋害他们，可他们一直不知道是谁。直到前几天，他们才无意中发现了那个人的真面目。可已经晚了。”王麻子和翠花对视了一眼，心里头跟明镜似的，知道这事儿肯定跟赵家的家产有关。就在这时，突然一阵风吹过，一张纸条飘到了他们的脚下。王麻子捡起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一行字：“杀人灭口，家产归我。”王麻子看着纸条，心里头跟吃了苍蝇似的，恶心得要命。他没想到这世上竟然还有这么狠毒的人。翠花看着纸条，也是一脸惊恐，她不知道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就在这时，突然一个黑影从废墟里窜了出来，直奔他们而来。王麻子眼疾手快，一把拉住翠花，躲开了黑影的攻击。他们定睛一看，只见那个人满脸是血，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正是赵家的一个下人。“你们都得死！”那个人吼着，便又向他们扑来。王麻子和翠花一边躲闪，一边呼救。就在这时，突然一阵锣声响起，只见一群官兵冲了过来，把那个下人团团围住。官兵们把那个下人制服后，便把他们带到了衙门。在衙门里，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个下人是赵老爷的一个远房亲戚，他一直觊觎赵家的家产，便暗中勾结外人，想害死赵老爷和夫人，独占家产。可没想到赵老爷和夫人早就发现了他的阴谋，便暗中调查，想揭穿他的真面目。可没想到他们还是晚了一步，被这个狠毒的家伙给害死了。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狠毒的家伙最终还是被抓住了，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经历了这场劫难后，王麻子和翠花更加珍惜彼此了。他们知道，这世上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小事儿。只要他们在一起，啥困难都能克服。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事儿竟然还有后续。就在他们准备离开赵家，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突然一个神秘人找到了他们。那个神秘人穿着一身黑衣，脸上戴着面具，根本看不清他的真面目。他见到王麻子和翠花后，便说道：“我知道你们的身世，也知道你们经历了啥，但我告诉你们，这事儿还没完。”王麻子和翠花一听，吓得瞪大了眼睛，他们没想到这事儿竟然还有隐情。神秘人继续说道：“其实赵老爷和夫人并不是真的死了，他们只是被那个人给藏了起来。而那个人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独占赵家的家产。王麻子和翠花一听，心里头跟炸了锅似的，他们没想到这事儿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反转。神秘人看着他们，继续说道：“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些，就是想让你们帮我找到赵老爷和夫人，揭穿那个人的真面目，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王麻子和翠花对视了一眼，心里头跟明镜似的，知道这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但他们也知道，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可以救出赵老爷和夫人，揭穿那个人的真面目。于是他们便答应了神秘人的要求，开始暗中调查起来。经过一番周折，他们终于找到了赵老爷和夫人的藏身之处，也揭穿了那个人的真面目。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个人竟然跟朝廷的某个大官有关系，他们想抓住他，根本没那么容易。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有一天，那个神秘人又找到了他们。他告诉他们，他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可以让他们抓住那个人，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王麻子和翠花一听，心里头跟吃了蜜似的，甜得要命。他们知道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可以救出赵老爷和夫人，揭穿那个人的真面目。于是他们便按照神秘人的计划开始行动起来。经过一番周折，他们终于抓住了那个人，把他交给了朝廷。朝廷经过一番审理，终于查清了事情的真相，把那个狠毒的家伙给处死了。而赵老爷和夫人也重新回到了赵家，跟翠花团聚了。经历了这场劫难后，王麻子和翠花更加珍惜彼此了。他们知道，这世上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小事儿。只要他们在一起，啥困难都能克服。而赵老爷和夫人也经过这场劫难后，变得更加慈祥了。他们知道，这世上除了金钱和地位，最重要的还是亲情和爱情。就这样，他们一家人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商人娶小妾，金甲神人说她是诰命夫人，你碰一下试试。这事儿可真够邪门的。茶馆里，老张头摇着扇子，一脸神秘地对周围的听众说道：“老张头，你又瞎掰啥呢？快讲讲，啥事儿邪门？”有人不耐烦地催促道。老张头嘿嘿一笑，清了清嗓子，这才缓缓开口：“这事儿啊，得从咱们隔壁县的李大富说起。李大富，你们知道吧？那可是个响当当的富商，家财万贯，房子多得数不清。可他呢，偏偏就好这口，娶小妾。这不，前几天他又内了一房，嘿，这回可惹出事来了。话说这李大富年近50，家中已有3房妻妾，可他却仍不满足，总想着再内一房年轻貌美的。这不，前几天他看上了一个叫翠花的姑娘，那姑娘长得水灵灵的，身材也苗条，李大富一眼就相中了。翠花呀，你愿意跟了我吗？我这辈子啥都不缺，就缺你这么个可人儿。李大富一脸油腻的笑容，对翠花说道。翠花低着头，娇羞地说道：“大老爷，我愿意。”于是李大富二话不说，当即就派人把翠花接到了府上，摆了几桌酒席，算是正式内妾了。这翠花进了府，可没少受其他妻妾的排挤，但她却毫不在意，每天就跟着李大富甜言蜜语地说个不停，把李大富哄得那叫一个开心。可这事儿还没过几天，李大富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为啥呢？因为他发现这翠花每天晚上都不睡觉，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对着月亮发呆。翠花呀，你每天晚上不睡觉，坐这儿干啥呢？李大富好奇地问道。翠花回过神来，微微一笑，没啥，就是看看月亮，想想事儿。李大富也没多想，心想这翠花可能是刚进门，还不太适应府里的生活，过几天就好了。可谁成想，这事儿还没过去几天，李大富的家里就出大事儿了。那天晚上，
李大富正和翠花在床上亲热呢，突然房间里刮起了一阵阴风，把蜡烛都给吹灭了。李大富吓了一跳，连忙把被子裹紧，喊道：“翠花，咋回事？这风咋这么大？”翠花没吭声。李大富心里发毛，壮着胆子点亮了蜡烛，这一看可把他给吓坏了。只见翠花脸色苍白，双眼紧闭，浑身瑟瑟发抖，就跟中邪了一样。“翠花，翠花，你咋了？”李大富慌忙喊道。就在这时，房间的门突然开了，一阵金光闪过，一个身披金甲、手持长剑的神人走了进来。“你是谁？敢闯我李大富的府邸？”李大富吓得连连后退。那金甲神人却不看他，径直走到翠花面前，厉声道：“大胆妖孽，竟敢在此作乱！”说完，那金甲神人手中长剑一挥，一道金光射向翠花，翠花顿时惨叫一声，瘫倒在地。李大富看得目瞪口呆，半晌才反应过来，哆哆嗦嗦地问道：“你到底是人是鬼？”金甲神人转过身来，冷冷地看着李大富，哼，我乃天界金甲神人，奉玉帝之命前来捉拿此妖孽。你可知这翠花根本就不是人，她是个千年的狐狸精。李大富一听，吓得差点尿裤子。狐狸精？这怎么可能？金甲神人冷哼一声：“怎么不可能？你可知她为何会嫁给你？那是因为她看中了你的家财，想要吸取你的阳气，助她修炼成妖。若非我及时发现，恐怕你早就被她害死了。”李大富一听这话，吓得魂飞魄散，连连磕头：“多谢神人救命之恩，多谢神人救命之恩。”金甲神人却不理他，走到翠花面前，又是一剑挥下，只见翠花身上冒出一阵黑烟，随即化作了一只巨大的狐狸，瘫倒在地。“哼，妖孽已除，你好自为之吧。”金甲神人说完，化作一道金光，消失不见了。李大富瘫坐在地上，半晌才回过神来。他看了看地上的狐狸，又看了看自己，这才确信自己是真的捡回了一条命。从此以后，李大富再也不敢内妾了，每天就守着自己的三房妻妾，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可这事儿还没完呢。有一天晚上，李大富又做梦了，梦见那金甲神人又来找他了。“李大富，你可知罪？”金甲神人厉声道。李大富吓得连忙磕头：“神人饶命啊！我知罪了，我再也不敢内妾了。”金甲神人却冷笑道：“哼，你内妾之事，我暂且不提。你可知道，那翠花本是天庭的诰命夫人，因犯错被贬下凡间，本应受尽人间疾苦，你却强行将她内为妾室，这是对她莫大的侮辱。你可知罪？”李大富一听这话，吓得魂都没了。“啥？诰命夫人？这怎么可能？”金甲神人怒道：“怎么不可能？若非你贪恋美色，强行内她为妾，她本有机会重回天庭。如今你却害得她永坠轮回，不得超生。你可知罪？”李大富连连磕头：“神人饶命啊！我真的知罪了，我愿意赎罪，我愿意赎罪。”金甲神人沉思片刻，说道：“好，既然你愿意赎罪，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你需在人间广行善事，积累功德，待功德圆满之日，我自会向玉帝求情，让你和那翠花轮回转世，再续前缘。”李大富一听这话，连忙点头：“好好好，我愿意，我愿意。”从此以后，李大富真的变了个人似的，每天就忙着做善事，修桥补路，接济穷人，他的名声也渐渐在民间传开了。可这事儿还没完呢。有一天，李大富又梦见那金甲神人了。“李大富，你功德已满，玉帝已同意让你和翠花轮回转世，再续前缘。不过你得记住，此生此世，
你不可再贪恋美色，否则必将遭天谴。”金甲神人说完，化作一道金光，消失不见了。李大富醒来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知道自己终于有机会和翠花再续前缘了。于是他安排好家中的事务，就静静地等待着轮回转世的那一刻。可谁成想，就在他即将轮回转世的前一天晚上，他又做梦了。这次他梦见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李大富，你可知罪？”白胡子老头厉声道。李大富一愣：“我知罪了，我已经赎罪了。神人不是说我可以轮回转世，再续前缘吗？”白胡子老头冷笑道：“哼，赎罪？你赎的什么罪？你可知那翠花本是天庭的诰命夫人，因犯错被贬下凡间，本应受尽人间疾苦，你却强行将她纳为妾室，害得她永坠轮回，不得超生。这是何等的罪过？你仅仅做点善事，就想抵消这等大罪，简直是痴心妄想。”李大富一听这话，吓得浑身直哆嗦。那我该怎么办？”白胡子老头说道：“哼，你若真想赎罪，就必须放弃轮回转世的机会，永远留在人间做尽善事，积累功德，直到你功德无量，能够感化天地，让那翠花得以超生，重回天庭。到那时，你才算真正赎了罪。”李大富一听这话，犹豫了。他看了看天空，又看了看自己，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如果选择永远留在人间做尽善事，那将是一条无比艰难的道路。可如果选择轮回转世，那他和翠花就再也没有机会再续前缘了。最终，李大富咬了咬牙，做出了决定：“好，我愿意永远留在人间做尽善事，积累功德，直到那翠花得以超生，重回天庭。”白胡子老头点了点头：“好样的！你若真能如此，必能功德无量，感化天地。到那时，你不仅赎了罪，还能修成正果，得道成仙。”说完，白胡子老头化作一道白光，消失不见了。李大富醒来后，心中一片坦荡。他知道自己已经做出了决定，就要勇敢地走下去。于是他放弃了轮回转世的机会，永远留在了人间。从此以后，他每天都忙着做善事，修桥补路，接济穷人。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人们都说他是个大善人。可谁又知道他心中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他每天都在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等待着那翠花得以超生，重回天庭的那一天。而那一天到底会不会到来呢？也许只有天知道吧。民间故事续：商人轮回劫，翠花现世谜。李大富这一决定，在民间可是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都说这李大富是不是疯了？放着好好的轮回转世的机会不要，非要留在人间做善事，这不是有病吗？可李大富自己心里清楚，他这么做是为了赎罪，为了那翠花能够超生，重回天庭。他每天忙忙碌碌，乐此不疲。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李大富也从当年的富商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头。可他的善心却一点都没变，他依然每天忙着修桥补路，接济穷人。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人们都说他是个活菩萨。可谁又知道他心中的苦楚呢？他每天都在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等待着那翠花得以超生，重回天庭的那一天。可这一天却始终没有到来。就在他即将放弃希望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又做梦了。这次他梦见了一个穿着华丽的女子，那女子长得跟翠花一模一样，只是气质完全不同。李大富，你可知罪？那女子厉声道。李大富一愣：我知罪了，我已经赎罪了。我做了几十年的善事，还不够吗？那女子冷笑道：哼，你做的那些善事只能算是小善，
真正的赎罪是要用你的生命去换取。李大富一听这话，吓得浑身直哆嗦，用我的生命去换取，这是什么意思？那女子说道：哼，你若真想赎罪，就必须用你的生命去换取翠花的超生，只有这样，你才算真正赎了罪。李大富一听这话，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这女子说的话肯定是真的，可他却不想死，他不想就这么离开这个世界。那女子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冷笑道：哼，你若不愿，那翠花就永远无法超生，你也将永远背负着这份罪过，无法解脱。李大富咬了咬牙，说道：好，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去换取翠花的超生。那女子点了点头，好样的，你若真能如此，必能感动天地，让翠花得以超生。到那时，你虽然死了，但你的灵魂却能升入天界，与翠花重逢。说完，那女子化作一道金光，消失不见了。李大富醒来后，心中一片宁静。他知道自己已经做出了决定，就要勇敢地去面对。于是他安排好家中的事务，静静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没过多久，李大富就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他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至了，可他却没有丝毫的恐惧和害怕，反而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欣慰，因为他知道自己死后翠花就能超生了。终于有一天，李大富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的气息越来越微弱了。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于是闭上眼睛，静静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到一阵金光闪过，紧接着他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李大富，你做得很好，你已经赎了罪，翠花已经超生，重回天庭了。现在你也可以升入天界，与他重逢了。李大富一听这话，心中激动不已。他睁开眼睛，只见自己已经身处天界，而翠花正站在不远处，微笑着看着他。翠花，真的是你吗？李大富激动地说道。翠花微笑着点了点头，是我。谢谢你，李大富，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真的很感动。李大富笑了笑，没关系，只要能让你超生，我做什么都愿意。两人相视一笑，手牵手走向了天界深处。可谁又知道，这竟然只是一个开始呢？原来那天界并不是李大富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他到了天界后才发现，这里竟然也是一个充满争斗和杀戮的地方。而翠花竟然是天界的一个大人物，她的身份和地位比李大富想象中的要高得多。翠花，你到底是什么人？李大富惊讶地问道。翠花叹了口气，其实我本是天界的一个公主，因为犯了错被贬下凡间，而你却阴差阳错地救了我，让我得以重回天界。可没想到，我重回天界后，却发现这里竟然也是一个充满争斗和杀戮的地方，而我也被卷入了这场争斗之中。李大富一听这话，顿时惊呆了。什么？你是天界的公主？这怎么可能？翠花点了点头，没错，我是天界的公主。而我之所以会被贬下凡间，就是因为我发现了天界的一个大秘密。这个秘密关乎到天界的安危和稳定。可没想到，我重回天界后，这个秘密竟然被泄露了出去，而我也因此被卷入了这场争斗之中。李大富一听这话，顿时明白了过来，原来你之所以会找我，是因为你知道，只有我能帮你赎罪，让你重回天界。而你重回天界后，就能继续调查这个秘密，保护天界的安危和稳定。翠花点了点头，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可没想到，我重回天界后，却发现事情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而这个秘密
也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可怕得多。李大富皱了皱眉，那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翠花叹了口气，这个秘密就是天界的一个大阴谋。原来天界的一些大人物为了争夺权力和地位，竟然暗中勾结外敌，企图颠覆天界的统治。而我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个阴谋，才会被贬下凡间的。李大富一听这话，顿时惊呆了。什么？天界的大阴谋？这太可怕了。翠花点了点头，没错，这个阴谋太可怕了。而我现在已经陷入了这场争斗之中，无法自拔。而你也被卷入了进来。李大富咬了咬牙，那我们该怎么办？翠花沉思片刻，说道：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找到那个泄露秘密的人，揭露这个阴谋，保护天界的安危和稳定。李大富点了点头，好，我跟你一起。于是两人开始在天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调查和斗争。他们不仅要面对天界的大人物和他们的手下，还要面对那些被卷入这场争斗的无辜者。而每一次的调查和斗争都充满了惊险和刺激，可他们却没有丝毫的退缩和害怕，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为了天界的安危和稳定而战。而每一次的胜利和突破都让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和决心。终于有一天，他们找到了那个泄露秘密的人，揭露了这个阴谋。而天界的大人物们也因为他们的揭露和斗争而陷入了困境和危机之中。可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反转剧情发生了。原来那个泄露秘密的人竟然是翠花的亲生哥哥。他之所以会泄露秘密，就是因为他被天界的大人物们所威胁和利诱，不得不这么做。什么？翠花的亲生哥哥？这怎么可能？李大富惊讶地说道。翠花也愣住了。哥哥，你怎么会这么做？他的哥哥叹了口气，妹妹，我也是被逼无奈呀。天界的大人物们威胁我，如果我不泄露秘密，他们就会杀了你。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翠花一听这话，顿时泪流满面。哥哥，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害了多少人啊？他的哥哥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我知道我错了，可现在已经晚了。就在这时，天界的大人物们开始发动攻击了。他们不仅要消灭李大富和翠花，还要消灭所有知道这个秘密的人。而李大富和翠花也毫不畏惧地迎了上去。他们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斗争了，只有胜利才能保护天界的安危和稳定，只有胜利才能让他们得以解脱和重生。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在天界展开了。而这场战斗的结果却无人知晓，因为从那以后，李大富和翠花就消失在了天界之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而关于他们的故事和传说却一直在天界和人间流传着。有人说他们战胜了天界的大人物们，保护了天界的安危和稳定；也有人说他们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化作了天界的守护神。可无论真相如何，他们的故事和传说都成为了人们心中的一段佳话和传奇。而关于那个天界的秘密和阴谋，也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和悬念。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加分享。小鹿祝您好运连连，我们下个视频再见。